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我们的宿舍定档，看谭健次、丁程鑫如何把疲惫关在门外。听说一群明星要搬进同一个宿舍过日子了，不是拍戏，不是体验生活，而是正经八百的搞了个综艺，名字就叫《我们的宿舍》。这消息乍一听有点新鲜，细想又觉得理所当然。毕竟，看明星们在舞台上光鲜亮丽早已是常态，可他们下班后挤在同一个屋檐下，谁负责洗碗，谁睡觉打呼噜，谁又爱半夜刷手机不睡觉。这些藏在聚光灯背后的琐碎日常，反而像一块新大陆，勾起了无数人的好奇心。这档从你好星期六衍生出来的节目，脱去了原名好六街宿舍的标签，以更生活化的我们的宿舍亮相，定在了6月23日先导片探路，24日正片正式入驻。此后每周二中午就成了观众们串门去明星宿舍的固定时间。住进这间明星宿舍的常驻管家们是几张熟悉又各有特色的面孔：谭健次、丁程鑫、杨迪、李雪琴、吴泽林。他们不是来演绎出完美的合租生活剧，而是实行轮值管家制，真的操持起这个家的日常。据说还会有像王安宇、虞书欣、王星越这样的朋友作为飞行嘉宾来串门做客。节目打出的概念很直白，叫下班后派对，聚焦的就是这群人脱离工作身份后，在宿舍里那些真实的互动和治愈的片段。会一起笨手笨脚的鼓捣饭菜，会窝在沙发里天南地北的闲聊，会为了一个幼稚的游戏笑得前仰后合，当然也可能因为生活习惯的不同，产生点小摩擦小趣事。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我们曾经憧憬或经历过的合租时光？只是主角换成了镜头前的他们。官方早早放出了一些成员们的档案卡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意外地成了节目未播先热的引子。谭健次这位舞台上的魅力担当，私下里最拿手的菜竟是酸笋炒一切，睡前习惯是玩手机，对未来室友的核心要求简单直接不打呼噜。这要求恐怕戳中了不少饱受鼾声困扰的租房族心声。丁程鑫年轻有活力，在厨房倒是显得颇为佛系，一句都可以做透露出随和。他向往的宿舍生活格言是玩得开心，睡得安心，朴实无华，却道出了疲惫心灵最深处的渴望。喜剧担当杨迪在宿舍里似乎也闲不下来，档案上写着没完没了收拾屋子。招牌菜是接地气的土豆烧排骨和回锅肉，这画面感立刻让人联想到身边那个总爱把东西规制得井井有条，可能还有点小强迫症的室友李雪琴。她的智慧和幽默感在脱口秀舞台上大放异彩。回到宿舍的宅家日常是看电视，待客宣言更是带着东北大妞特有的敞亮，别拘束，当自己家。这句话一出来，仿佛就闻到了宿舍里飘散的零食味和放松的空气。这些看似零碎的生活细节，没有宏大的叙事，没有刻意的人设，反而像散落在日常里的珍珠，不经意间就串起了观众的共鸣。谁没有过被呼噜声折磨的夜晚？谁没遇见过一个爱收拾到停不下来的朋友？谁不希望在属于自己的小空间里，能彻底放松地说一句别拘束？节目官方海报上那句拼凑出的安心小世界，或许正是对这种共鸣最精准的提炼。在这个被快节奏和工作压力挤压得喘不过气的时代，班为那种职场带来的疲惫感，几乎成了都市人的集体症候。我们太需要一点真实的烟火气，一点不设防的松弛感，
一点能让人会心一笑或心头一暖的琐碎。看明星扫地，不，这档节目瞄准的是帮观众横扫班位。于是我们的宿舍的出现，似乎踩中了一个微妙的节点。真人秀市场从不缺热闹，缺的往往是那份卸下伪装后的真。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剧本的痕迹、刻意的冲突、悬浮的凡尔赛生活，看多了难免审美疲劳。大家开始渴望看到一些更贴近地面的东西，一些能映照出自己生活影子的片段。明星们当然还是明星，但当镜头对准他们如何煎糊一个蛋，如何为谁洗碗拌两句嘴，如何在睡前刷着手机眼皮打架时，那种距离感会被瞬间拉近。这种真实感本身就成了节目最大的卖点，也是他试图治愈观众的药方。原来他们下班后也和我们一样，渴望一个能安心犯懒、能自在打嗝、能坦然面对小邋遢的小世界。当然，我们的清醒点，再真实的综艺也离不开镜头和剪辑的存在。它呈现的生活必然是经过选择和过滤的。就像谭健次理想中不打呼噜的室友，在真实合租市场里说出来可能有点尴尬，但在节目里就成了一个可爱的、能引发讨论的标签。这种设计过的真实，正是综艺节目的智慧所在。它需要在真实感与可看性之间找到平衡。观众也心知肚明，我们并非追求100%的纪录片式窥探，而是希望在那份被精心调配过的真实里，找到能让自己嘴角上扬、内心松绑的瞬间。暂时忘掉格子间里的 KPI 和地铁里的拥挤。所以，当我们的宿舍打开门，邀请我们进去坐坐时，不妨带着一点好奇、一点放松的心情，看看谭健次是否真的避开了呼噜声，杨迪有没有把宿舍收拾得一尘不染，李雪琴那句当自己家的豪爽是否感染了所有人，丁程鑫和吴泽林又贡献了哪些玩得开心的名场面。它未必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任何实质性问题，但他承诺提供的那一点点安心感，那一点点对班位的清扫，或许正是无数个疲惫下班后的夜晚，我们窝在沙发上最想按下的那个播放键。这间明星宿舍能否真正成为观众心中的那个安心小世界？答案很快就要在每周二的中午揭晓了。